火力军听到这个消息，人麻了。印度海军这是要跟美国一较高下吗？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终于要开始服役了。这艘从1999年开始设计，2009年才开始动工，建造过程一波三折的印度第一国产航母总算修成正果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印度建造国产航母的坎坷历史也是其科技进步的一个缩影。而当世界各国为双航母的印度感到不可思议时，印度人又立马投入2号国产航母的建造中，是要开启印度3航母的伟大时代。他们能成功吗？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印度的航母之路。航母重要吗？重要，但总有例外。俄罗斯航母不就马上要没了吗？不照样是第2军事大国，或是曾经的大英帝国，因战略结构调整，暂时放弃了维护费用高昂的航母，可它依旧是5常之一。而印度就算有了航母，在军事实力上，它能比过俄罗斯和英国吗？如果放到航母大国排行上，除了一直霸占榜首的美国外，火力军觉得这2个国家照样有资格排在印度之前。除了印度海军自身万国牌航母拉胯的主要原因外，俄罗斯是因为有着过去苏联海军在航母领域的丰厚积累，一点不虚印度航母。而英国，它的海军在2战时可是连美国海军都要争相学习和挖掘的对象。其在军舰有效搭载和空间利用方面的设计理念，美国已经从2战眼红到了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学会。因此火力军觉得英国人在航母上的应用心得恐怕还要在俄罗斯和印度之上。在对航母的态度上，印度给火力军的感觉是，他们买来的航母凑合着用，对付一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一点问题没有。要是碰上硬茬子，这批航母和这批人没了，那印度的航母一卖也就没了。像航母这种大工业集成产品是需要完整且健全的产业链的，但印度有吗？印度没有。那你知道它是怎么造航母的吗？印度可以说是西方构建的全世界产业链的得益者，因为它能从这条生产链上购买自己所有想要的零部件，而不会被任何人掣肘。如果没有这条产业链，难道你以为印度真的是用榔头敲出的航母？那印度人笨吗？并不笨。就算真的笨，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产生几个智力堪比爱因斯坦的概率还是有的。因此，印度只要用对方法，走国产航母的道路，火力军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至于印度航母的具体情况，眼下维克拉玛蒂亚号已经建成并在服役，维克兰特号刚交付印度海军，维沙尔号已经列入建造计划。而印度想要实现3航母的梦想，火力军觉得航母数量只是最基础的要求，航母技术才是精髓，不然造好了给敌人当靶子打吗？印度航母目前的运行状态就是如此，打得过的国家没航母也打得过，打不过的国家有航母也打不过。其实火力军挺担心印度动用航母去打仗，因为很可能出现印度本来打得过的局面，会因为出动航母导致印度输掉战役或是惨胜。而印度始终难以摆脱万国牌的称号，主要是因为印度在基础工业领域十分薄弱，建设航母所需要的很多设备资源都不能得到及时供给，只能从他国购买或引进，东拼西凑下才能初具规模。就比如印度已经服役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这艘航母是印度上世纪从苏联购买的戈尔什科夫号，本来印度只想捡漏，预算也就9亿美元，但经过前后的整改，一直到服役，最后花费了近30亿美元，真服了这个老六。而且这艘航母在海试期间还发生了一系列故障，甚至传出航母锅炉着火，导致1名中尉死亡的消息，让人十分担心此航母的性能。除此之外，航空母舰最具威慑力的是搭载的舰载机。维克拉玛蒂亚号因为是拼凑航母，因此它的舰载机使用的是俄制米格 29K 战机，这也是火力军最担心的地方，害怕有一天印度海军因为买不到舰载机，导致维克拉玛蒂亚号的航母甲板光秃秃，步入无舰载机可用的地步。不过目前来看，结果还是好的。伴随维克拉玛蒂亚号的服役，印度海军一度拥有了2艘航母，
然而，拥有总是短暂的。早已成为世界上现役时间最长航母的维拉特号，在维克拉玛蒂亚号服役之前就已老态龙钟，加上印度海军难以恭维的维护和使用水平，在2013年维克拉玛蒂亚号服役时，印度海军就启动了维拉特号的退役评估流程。最终在2016年7月，维拉特号正式退役，印度海军再一次变成了单航母海军。这段时间堪称最尴尬的印度双航母时代。之后，印度可能是厌倦了到处购买二手航母，便开启自己的国产航母之路。其首舰就是新一代的维克兰特号。维克兰特号的建造并不顺利，可能有人觉得万国牌组装不就好了？印度造起来为什么这么费劲？首先，建造维克兰特号的科钦船长虽然是印度最大的船厂，但实际规模和技术水平一般，加上各种军舰和民船修造的任务繁忙，以及印度政府为国产航母掏钱时既小气又不及时，所以才导致维克兰特号的进度一拖再拖。另外，印度虽然号称维克兰特号航母70%的部件是国产的，但实际上印度是按照重量计算的，其中钢材就占了绝大部分。不得不说，印度人真的鸡贼。其次，维克兰特号虽然号称国产，但依旧是万国牌航母，像航母的主机系统、拦截系统、飞机升降机、雷达、防空武器系统等这些关键设备都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多个国家。印度在进行系统集成时是一个头两个大，各种设备标准不一致，使用什么设备都需要统筹解决，需要技术调整的地方印度又不会，还得把人请来鼓捣。再加上部分制定由印度企业研发生产的关键设备一直拖延，迟迟不能交付，这才导致了维克兰特号的工期拖了20多年，最后到2022年8月才开始服役。最后，维克拉特号还有一个比较离谱的地方，就是它最终的舰载机在即将服役时都没有确定，只公布了飞机总数26到40架。别人的航母在最初设计时都决定好了舰载机型，好确定发射方式。这么看来，印度真的是不走寻常路。维克兰特号在最初设计时决定继续使用米格 29K 作为舰载机，升降机也由俄罗斯提供。但是在维克拉玛蒂亚号的运作中，印度海军对米格 29K 的可靠性和妥善率非常恼火，因此印度海军打算在配备维克兰特号的舰载机时另起炉灶。备选的机型有美国的 FA-18EF、法国的阵风 M 以及印度国产的光辉式战斗机舰载型。在这3款舰载机中，印度海军首先就把自家的光辉战机给 pass 了，原因是推重比不足导致起飞困难，而阵风 M 和 FA-18战机已经在印度航母上完成了起飞测试，至于最后选谁就要看印度海军的了。火力军推测大概率是阵风 M， 毕竟印度空军已经有了阵风 DH-1H，无论是战机的操作经验，还是战机的维护保养、修理设备都是可以通用的。如果选择美国的 FA-18EF 的话，那印度海军就需要重新建设一条和现有机型完全不通用的维保修理体系。这对拥有万国牌航母的印度海军无疑又多出了一笔不小的花费。当今世界上航母最强的国家是美国，现役10艘尼米兹级和1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并且还会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别说是印度，就是其他国家也望尘莫及。可印度就是不服，印度人有着自己的3航母梦想，于是在维克兰特号立项时，印度就提出了建造2艘国产航母的要求，打造出一支3航母的印度海军，这样就可以分别在东西海岸各配备1艘航母，第3艘处于待机状态，保持随时出击的状态。看样子印度还是很有想法的。2011年，印度海军正式提出了 IAC-2 建造计划，舰名暂定为维沙尔号。这次印度海军有做好功课，在印度海军的规划中，这艘航母的排水量有 6.5 万吨，舰载机数量55架，采用平甲板弹射起飞设计，并采用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和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等。更在2015年，印度海军拨款3亿卢比作为维沙尔号的启动资金，甚至印度海军对外宣称，海军设计局将在不寻求外援的情况下，要独立完成维沙尔号的设计工作。
当时火力军还年轻，想着钱到位了就信了印度海军的话，但奈何印度实力不允许，最终还是选择对外寻求援助。2015年7月15日，印度海军设计局同时向英国的航太系统、法国的 DCNS、俄罗斯的国防出口公司以及美国的洛马公司发出需求函，邀请他们协助印度海军设计新型航母。而美国此后也曾多次表示能提供电磁弹射器等关键技术与印度。不过，美印之间至今依然没曾签订过相关的初步合作协议。就这样兜兜转转，时间来到了2020年12月，印度海军最终向政府提出了获得第3艘航母的需求。而此时的英国也正在积极向印度推销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设计，将其作为印度规划中的第3艘航母的选项。其实，按照火力军的想法，印度完全不需要这么着急，可以按照维克兰特号再来一艘，既能初步摸清航母建造的规律，也能多出一艘航母。但可能是印度海军嫌弃4万吨的排水量太小的缘故，最终还是决定引进女王级。为什么印度总喜欢硬着头皮挑战高难度呢？要知道，全套引进又不是拼装高达，全部让英国给他配套，根本无助于提高印度国产化呀。火力军想不通，难道印度真的只是为了3航母的梦吗？虽然印度在莫迪上台后，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印度制造，从枪到炮，引进不少洋装备组装生产。国际上有看好印度的，也有不看好的。看好者认为印度即将步入3艘航母时代，不看好的主要是因为全部来件组装并不能真正助力印度制造，像女王级的关键技术设备根本就没有转让技术的可能。如果英国真的真心实意帮助印度的话，当年那3艘无敌级航母也不可能交由土耳其船厂拆解，宁肯自己拆了也不顾印度的求购。这也是印度国产航母今天如此艰难的原因之一。在火力军看来，此次的维沙尔号计划对火力军来说估计又是一个深渊巨坑，不知道又要填多少年我们才能看到它下水。想想也是，按照印度目前制造业的能力，印度自造维沙尔号航母怎么可能顺利呢？虽然印度海军一直都有航母建设需求，也确实装备过多艘航母，但印度已经退役的航母都是直接买英国的旧货，再由英国改装，在改建阶段基本就不涉及印度国内工业能力。现役的维克拉玛蒂亚号也是如此，只不过出货商变成了俄罗斯而已，再加上维克兰特号漫长的交付期，都足以体现印度军事工业水平的薄弱，但这些对于印度来讲已经司空见惯。像印度的阿琼坦克、LCA 战斗机、布希姆自行火炮等项目，都是外国援助下自行研制的产物，过程极度漫长，耗费巨资，最后还没有什么好成果。这可能就是印度军备的日常吧。印度军工业薄弱，远不止表现在这些大件的武器装备上。每当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时，我们就能看到印度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针对大口炮弹、航空炸弹、航空器材、维修备件等装备急匆匆扫货的身影。因此，印度想踏实搞国产航母，就必须优先提升自家的工业化水平能力，有了基础才能发展。关于维沙尔项目，按照印度海军参谋长上将罗宾 K 道万的说法，印度此次维沙尔计划是开放性的，什么可能性也没有排除，因此包括性能、防御系统、舰载机等方面，在没有公布之前，我们也只能靠猜。比如在舰载机方面，按照大多数专家的说法，维沙尔号可能会配备的舰载机型有印度国产的光辉战机、先进中型战机以及光辉无人作战飞机，全部利用国产武器，让其摆脱可能出现的无机可用的尴尬。但如果按照这样的配置，那维沙尔号的性能必然比维克拉玛蒂亚号和维克兰特号要高得多得多。但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这项目的进度要怎么保证？或许有了维克兰特号的拼装经验，自造维沙尔号时可能会快上很多。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引入电磁弹射等新技术，等维沙尔号服役时，维克拉玛蒂亚号就退役了。印度依旧是尴尬的双航母。最后，火力军一开始就说了，印度要想实现3航母的梦想，除了基础的数量外，航母技术才是精髓。目前的印度是极度缺乏远洋作战的经验。以前呢，印度也仅仅是在印巴战争中进行过航母作战，范围也仅限于近海活动。而现在，
印度航母的主要攻击目标依旧是针对巴基斯坦沿海等目标。如果印度航母真到了远洋，那他们就是刚跨越红土大陆的纯新人，长期盘踞印度洋的美海军根本就不惧印度航母的威胁。最关键的是，印度航母的装备也不允许它站起来呀。印度没有海洋监视卫星，航母也没有固定翼预警机，所以在远海，印度航母只能依赖航空侦察兵平台，否则出去就是瞎子。而且在印度海军中，也就只有第312信天翁中队和第315白种马飞行中队，装备了8架美国 P-8A 型远程海上巡逻机和5架俄罗斯伊尔 38C2 海上巡逻机，且2个中队装备的完好率也只有30%到40%，相当于只有4到5架可飞。这样的缺陷对航母来说是致命的。再加上印度的航母编队配置也不齐全，像美国航母编队都是一个编队，配备1艘或2艘攻击核潜艇，但印度的2个航母编队却要共用1艘攻击核潜艇，还是租借的阿库拉级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这艘潜艇是俄罗斯的猎豹号，印度将其命名为查克拉2号。虽然这潜艇挺厉害的，但再怎么样也只有1艘，而且租期也满10年了。就算印度想续租，或是另外再租1艘查克拉3号，给2航母编队1队1艘，那也要俄罗斯同意才可以。莫名感觉印度挺心酸的。总的来说，对于维克拉玛蒂亚号和维克兰特号，印度海军应该加强航母技术的培训，顺便将航母编队该有的配置配齐，多巩固现有的实力，才是印度海军该走的道路。至于3航母的梦，火力军觉得既然是梦，多做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况且维沙尔号项目已经超出了印度船厂当初的建造能力。就算2016年时，印度政府在科钦船厂现有2个船坞北边建造了第3个船坞，这个船坞长度将超过300米，宽度超过70米，可以胜任建造6.5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但到2022年1月，这个船坞才刚刚完成场地平整，开始土方挖掘工作。具体竣工投入使用的时间还无法确定。真要等到维沙尔号服役，是又一个20年、40年还是80年？那句100年海军可不是瞎吹的。好了，关于印度航母，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